如果俄罗斯与北约开战，首要目标既不是芬兰，也不是波兰，而是亚洲的日韩。战争已经距离欧洲不远了，普京不断征兵，并将兵力部署至芬兰边境附近。波兰与俄罗斯关系不断恶化，恐怕下一步就是拳拳到肉的真男人1v1大战。可以说，现在的欧洲就是一个煤气罐，一点就爆。不过，根据俄罗斯被曝光的绝密文件来看，一旦爆发冲突，会在第一时间攻击日韩，而不是北约国家。这是为什么？单论常规实力，日韩联军能否打败俄罗斯？2025年年初，英国金融时报曝光了29份俄罗斯军事机密文件，其时间跨度为2008年至2014年，主要内容就是如何应对俄罗斯东部边境可能面临的军事冲突。私密文件显示，为了与日韩的冲突，俄罗斯准备了详细的打击名单，其中包含160个关键目标，首批82处地面均为军事设施，包括日本自卫队与韩国武装部队的中央和地区指挥部、雷达设施、空军基地和海军设施，其余的则为民用基础设施，包括日本的公路和铁路，比如连接本州和九州岛的关岛隧道。能源设施也在打击名单之上，包括13座发电厂，比如东海核电站、燃料精炼厂。在韩国那边，俄罗斯的主要目标是桥梁，但也包含浦项炼钢厂、釜山化工厂等工业基地。报道称，俄罗斯的目的就是扰乱日韩部队在作战区域内的集结，从而保护俄罗斯的东部侧翼。俄罗斯打击以上设施的方式就是出动图160携带 KH-101导弹。俄罗斯还特意选了一个例子，如何打击奥考岛。根据俄罗斯的模拟推演，图160携带12枚 KH-101，执行对日本3座基地和奥考岛上的打击任务，成功率高达 85%， 足以重创日本的情报预警体系。为了打击奥考岛，俄罗斯做了充足的准备，不仅拍摄了奥考东建筑物的照片，还派遣轰炸机执行情报侦察任务，探测日本的防空系统。在2014年2月，2架图95从远东地区的基地起飞，绕韩国和日本飞行了17个小时。2024年早些时候，俄罗斯又玩出了类似的操作，还飞越了北方四岛附近的争议地区。俄罗斯这样做的原因也很简单，避免双线作战。根据《金融时报》的报道，俄罗斯在很早之前就认为，一旦欧洲方向爆发大规模战争，美国会联合亚太盟友在俄罗斯东部地区开辟第二战线，从而分散俄军主力。因此，俄罗斯认为先下手为强是最好的选择，通过打击日韩的军事基地、民用基础设施，削弱美日韩三方的协同作战能力，为自己争取战略缓冲期。只是梦想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。就日韩的作战能力来看，俄罗斯想要快速结束冲突的可能性为0。俄罗斯对日本动手，火力军的确可以理解，双方存在领土争端，也就是北方四岛。早在1644年，日本与当时的沙俄就开始争千岛群岛的归属权，争了200多年，双方觉得一直这样搞也没意思，于是双方签订日俄和亲通好条约，选择以泽卓岛为界，泽卓岛以及整个以北归沙俄，岛南面的4个岛归日本，也就是北方四岛。二战结束之后，日本作为战败国没有话语权，加上苏联与美军签订的协议，苏联就接管了北方四岛。之后日本不服，一直想要收复北方四岛，但到现在也没有实现。如果俄罗斯与北约开战，俄罗斯的重点绝对是东欧与北欧地区。对于日本来说，没有比这更好的时机了，所以俄罗斯想要先动手也很正常。至于攻击韩国的原因，主要是驻韩美军的缘故。就跟上面说的那样，俄罗斯一旦与北约爆发冲突，美国就可能利用韩国境内的军事基地，对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发动远程打击，或干扰俄军后勤线。俄罗斯无法接受双线作战，于是选择先打击日韩，保证其不会在远东地区找自己的麻烦。不过日本与韩国也不是什么菜鸡，不是俄罗斯一波空袭就能解决的，即使是把美军摘除也是如此。如果俄罗斯对日韩联军动手，双方没有地面接壤，陆军可以忽略不计，主力就是海军与空军。按照俄罗斯的设想，如果要对日韩动手，那直接就是图160挂载 KH-101，摧毁日韩关键军事基地与基础设施，成功率能达到 85%。 如果是一架图160仅打击一个军事基地，那么火力军也承认的确有这个可能，但问题在于俄罗斯不会也不能这样做。其现役的图160仅剩14架，加上出动率的问题，可以执行任务的轰炸机恐怕不足10架。考虑到需要应对北约，可以用于打击日本与韩国的图160也就5架左右，
如果一架图160仅打击一个军事基地，无论是安全性还是打击效率都不行，还快速结束冲突，恐怕仗还没打完，自家的图160就没了。加上俄军 KH-101导弹的数量问题，上百个日韩目标需要上千枚导弹。经过3年的乌俄战争，俄军剩余的导弹数量恐怕不会很多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一架次的图160不可能仅打击一个目标，成功率自然不会像俄罗斯说的那样可以达到85%。毕竟日本有爱国者防空系统，既然乌克兰的爱国者可以拦截 KH-101，没道理到日本就不行了。就目前来看，日本海自虽然装备了8艘宙斯盾舰，搭载了标准3，可以拦截射程3500公里内的中程弹道导弹，但对低空巡航导弹的拦截效率有限。想要对付 KH-101，主力还是陆基爱国者3。日本的爱国者导弹系统分布在多个基地，包括关东地区、九州、北海道、冲绳等。在乌俄战场之上，爱国者拦截 KH-101 成功率估计在70%以上。虽然没有100%拦截，但这个数字已经不错了。毕竟防空10防9空，无论是谁都无法保证100%的拦截率。不过在日本这边，拦截成功率恐怕会更高，其预警能力更强，这点我们后面再聊。对于韩国来说，情况也类似。韩国的爱国者导弹系统在首尔、大邱广域市、中青南天安市等地都有部署，加上自家的天宫2，构建了低空拦截网，足以拦截俄军的 KH-101。这就要聊到一个问题了，预警。日本的 GFPS-5 雷达网可以探测1000公里以内的敌方情报，韩国部署的绿松雷达探测距离为500公里，可覆盖半岛全境。不过二者都无法有效监控北极航线或西太平洋纵深区域。图160搭配 KH-101存在突袭路径，但是还有情报卫星，在这方面日韩都比较依赖美国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。日本情报卫星网络加韩国千里眼系列卫星虽然无法实时侦测俄军图160，但足以为日韩提供早期预警。除了地面防空系统，还有空中拦截呢。毕竟擒贼先擒王，无论是日本海自还是韩国空军都装备有 F-35A， 在没有空中加油的情况下，作战半径大约为1100公里。虽然不至于深入俄腹地打击俄罗斯，但是打击在远东部署的图160已经足够了。在2024年2月，普京视察喀山飞机制造厂后宣布，将新生产的4架图160M部署于阿穆尔州乌克兰卡空军基地。如果要打击日韩，这4架图160绝对是主力，这也是日韩的机会。不过需要注意的是， F-35A 毕竟是空优战机，主要承担制空任务，最大速度不如图160这种超音速轰炸机，拦截窗口会比较短。当然，这点小问题无伤大雅，日韩双方都有充足的预警机，二者联合可以出动4架 E767、13架 E2C 与4架 E737。在夺取制空权之后，完全可以对乌克兰卡空军基地进行实时监控，直接露头就秒。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，主要原因就是在远东作战的情况下，俄空天军的实力拼不过日韩联军，加上海军实力的差距，火力军都有理由怀疑日韩联军会不会在远东进行登陆作战。在俄罗斯看来，自己一轮导弹袭击下去，日韩就没办法在远东给自己找事了。但是很明显，事情不会像俄罗斯想的那样发展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双方海空的实力将成为决定性因素。面对俄罗斯的进攻，日本估计做梦都要笑醒，正愁没机会夺回北方四岛呢。空军领域，双方顶尖数量的战机完全不在一个级别。俄罗斯即使把所有的苏57都掏出来，也不够日韩打的。2024年2月，俄罗斯接收了2架新生产的苏57，使其现役总数达到27架。但苏57的性能大家也都清楚，这就是一架4代半战机。在整个乌俄战争期间，苏57的出动次数屈指可数，即使出动也要找苏35伴飞充当保镖，生怕被击落。看来俄罗斯很清楚自家苏57的实力究竟如何，隐身性能不怎么样，即使2个非隐身的战机护航也无伤大雅。相比之下，日韩的 F-35A 数量要比苏57多得多，性能也是全方面碾压。目前日本空自可以正常使用的 F-35A 大概有42架，韩国空军则服役了39架 F-35A， 78架 F-35A 对战27架苏57，结果如何一眼就能看出来。至于俄罗斯其他战机，火力军只能说根本不够 F-35A 锤的。俄罗斯空天军战机的数量虽多，但性能拼不过5代机。在预警与电子战方面，日韩也拉满了4架 E767、13架 E2C 与4架 E37，联合预警范围可覆盖日本海。
而俄罗斯的 A50U 预警机的数量一个巴掌都能数得过来。在预警能力、飞机性能、电子战能力全面占优的情况下，火力军实在是想不到日韩怎么输。可以说，一旦爆发战争，远东上空的制空权绝对属于日韩联军，包括阿穆尔河畔共青城，在乌克兰卡空军基地上空也是如此。有了制空权，下一步就是对地打击了。在现代战场，战机才是真正用来进攻的神器。像俄罗斯那种丢几枚导弹的玩法，只能摧毁一部分关键设施，根本没办法决定真正的胜负。夺取制空权，摧毁敌方的城市、工业中心，炸残敌人的军队，这才是王道。日韩的首要目标就是阿穆尔河畔共青城与乌克兰卡空军基地，前者是俄罗斯远东地区的重要城市，后者则部署有图160。实际作战时，远东的图160刚飞几架次就没办法继续丢导弹了。当然，这个时候估计有人就说了，日本的 F-35A 属于阉割版，这点的确没错。为了防止日本获得进攻性武力，美国删除了 F-35A 的对地精确打击模块，尤其是核打击相关功能。但这并不意味着空自没有对地打击能力。F-15G、F-2都具备携带精确制导炸弹的功能。韩国开发的 GPS 制导套件 KGGB 也可以安装 Mk82 炸弹上，实际成为精确的远程制导炸弹。而且空自的 F-35A 遭到阉割，但韩国空军没有。Mk82、JDAM 等精确制导炸弹一个不缺，对地打击能力拉满。至于 S-400、S-300 防空系统，这不就是一个摆设吗？日韩的 F-35A 机群具备穿透俄军 S-400 防空网的能力，而且因为乌俄战场的影响，俄罗斯很早就把远东的防空系统转移到克里米亚以及莫斯科附近了。远东的防空系统已经变成假人，也就吓唬一下小鸟。并且乌军的米格29携带 AGM-88 反辐射导弹，能摧毁 S-400，换成 F-35A 摧毁速度只会更快。等到全面破坏俄军的防空体系后，远东地区的俄军就是盘中餐了。至于俄军的反击，几乎不可能。在制空权丢失、防空系统被点名的情况下，俄军拿什么反击？西伯利亚的土豆吗？至于海军领域，那更是赤裸裸的碾压，都不需要日韩联手，日本一个就够了，直接就是对马海战 2.0， 上演1个小时22分钟速通太平洋舰队，在日本海、鄂霍次克海以及太平洋作战。俄罗斯的主力就是太平洋舰队，总部位于海参崴，只是名字虽然冠上了太平洋，实力却不堪重用。别说远洋作战了，能不能跑出日本海都是两说。没办法，目前太平洋舰队的总兵力不足6万人，现役水面舰艇仅50余艘，其中还有一半是导弹艇，潜艇则还剩余20余艘。在远洋水面舰艇上，太平洋舰队的主力主要依靠苏联时代的1艘光荣级、4艘无畏级以及2艘现代级驱逐舰。至于那些新接收的舰船，的确有，但吨位不大，基本是2500吨级以下的轻型护卫舰，比如20380型、20385型护卫舰。如果不是还有苏联的老本，太平洋舰队那就是妥妥的近岸舰队。相比之下，单单是日本海自就拥有8艘盾舰，也就是摩耶级、爱宕级、金刚级，并且还有4艘直升机航母，搭载有 F-35B。俄罗斯的库兹涅佐夫号都快烂在造船厂了，太平洋舰队又没有可以起降战机的军舰，那么结果就只有一个，海上制空权由海自掌控。在这种情况下， F-35B 完全可以不管隐身，直接外挂 GSM 反舰导弹以增强火力，挨个点名俄军舰。太平洋舰队的水下舰艇在日韩的联合打击下，生存时间不超过1个小时。当然，太平洋舰队不是一点用都没有，其现役舰艇主打一个火力，大多数的舰船都可以发射口径系列、高玛瑙反射导弹，甚至是锆石，具备较强的远程反舰与纵深打击能力。只可惜，面对海自盾舰加标准系列以及爱国者与11式等防空系统的拦截，太平洋舰队发射的导弹能有多少可以成功突防还不好说。俄罗斯唯一占据优势的恐怕就是水下战力了，其部署了6艘北风之神战略核潜艇以及8艘亚森级攻击核潜艇，可实现核打击与反潜封锁。日本这边的主力则是常规潜艇，也就是苍龙级，即使加上韩国，也明显拼不过带核的潜艇。不过水下力量再强，如果没有水面舰艇、空中力量做掩护，也只是瘸腿巨人。海自这边反潜能力在世界上都排得上号，其装备的 P-3C 反潜机数量仅次于美国。实际作战时，能够以编队的形式进行巡逻，与军舰配合，能够有效发现并摧毁俄罗斯的潜艇。并且日本还引进了 P-8 波塞冬反潜机，配备了高端相控阵雷达，反潜能力进一步提升。日俄海军对战都已经这样了，日韩联军对战太平洋舰队，打击速度更快，
韩国的3艘世宗大王级宙斯盾舰以及独岛级2栖攻击舰，加上日本海自的舰船，舰队规模吊打太平洋舰队，具备区域防空、反潜和远程精确打击能力，海空领域全面占优。一旦俄罗斯与日韩爆发冲突，日本收复北方4岛几乎是板上钉钉，甚至有机会在海参崴或俄罗斯远东地区进行2栖登陆作战。不过需要注意的是，日韩联军在战力上占优，但无法长时间作战，没办法，没有战略纵深。日韩联军对战俄罗斯，战力占据优势，经济更是如此。日本与韩国 GDP 总量大约为6万亿美元，俄罗斯大约为2万亿美元。俄罗斯唯二的优势就是战略核武器以及土地面积足够大，在排除核武器的情况下，那就仅剩一个土地面积，而这也就意味着战略纵深。日韩两国加起来的土地面积只有48万平方公里，也就比瑞典的45万平方公里大一点。俄罗斯就不用提了，拥有17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，从东到西跨越11个时区，西伯利亚那边更是广阔的无人地带，这就是天然的保护罩。即使日韩联军对其进行火力覆盖，甚至是2栖登陆作战，也仅仅是突破了第一道防线。俄罗斯还有足够的纵深进行反击和调整。相比之下，日韩没有战略纵深，己方的防空系统也无法全部拦截俄罗斯的巡航导弹。如果长时间作战，军用基地、民用设施等都会遭受不同程度的损伤。而且日本狭长形状的国土，意味着防守线会拉得很长，要想守住每一寸土地，就得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。此外，能源来源也会有一定的问题。日本90%的能源都依靠进口，如果俄罗斯避战，选择封锁海上运输线，打击为日本运送石油的商船也是一个麻烦。就火力军来看，单论常规军力，日韩联队对战俄罗斯，日韩占据绝对的优势，但因为战略纵深的问题，无法长期作战，除非俄罗斯不对日韩本土进行远程打击，仅将战线维持在远东地区。不过很明显，这不太可能。只不过俄罗斯的想法可不是这样。按照俄军的推演，一开战就使用图160搭载 KH-101，打击日韩前线机场、港口及军工设施，瘫痪其反击能力。虽然日韩通过盾舰和爱国者实施拦截，但防御饱和后将丧失制空权。之后，俄罗斯控制日本海和中国海峡，并封锁海上运输线，消耗日韩的能源与粮食储备，依托远东基地巩固占领区。最后，日韩因资源耗尽，只能接受停火协议。只能说想得真好，就实力来看，日韩联军足够打败俄罗斯。一旦开战，图160不可能全面摧毁日韩的军事基地。等到日韩集结海上与空中力量，凭借战力上的优势，俄罗斯太平洋舰队、远东地区的军事基地、重要城市等地区都会遭受严重打击。只是俄罗斯远东地区面积超过600万平方公里，战略纵深太大，日韩无法破坏俄军全部的军事基地，自己又严重缺乏防御纵深。长时间作战的情况下，日韩的优势会有所衰减。当然，如果美国与欧洲插手的话，情况就不一样了。亚洲不会袖手旁观欧洲的冲突，如果亚洲战争爆发，欧洲也不会袖手旁观。俄罗斯打击日韩无法快速结束战争，最终结果就是双线作战，一步步走向失败的结局。不过需要注意的是，《金融时报》披露的俄军机密文件并没有得到俄罗斯官方承认，俄军也没有针对日韩进行军事部署。乌俄战争爆发后，更是把远东的防空系统调往克里米亚，这个计划更可能是俄军在纸面上进行的战略推演。当然，也不排除这是俄罗斯的战略威慑，通过释放假消息警告日韩不要介入欧洲的冲突。毕竟以日俄之间的矛盾来看，一旦俄罗斯与北约开战，日本绝对会趁机收复北方4岛。不过如果俄罗斯选择使用核武直接自爆，日韩的常规军力再占优势也没用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。各位觉得日韩联合之后能够打赢俄罗斯吗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大家一起讨论。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点关注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